周三，针对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引渡听证会全部结束。至此，孟晚舟已经被加拿大非法拘禁将近1000天。加拿大法院定于在10月下旬该国大选结束后再宣布结果，将皮球踢给下一届加拿大政府。外交部重申，中方从一开始就强调，孟晚舟事件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政治事件。美国政府炮制这一事件的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阻挠中国的科技发展。加方在孟晚舟女士的事件上扮演了美方的帮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本轮听证自8月4号起，在位于温哥华的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高等法院进行。上周三起，事件进入引渡缔解阶段。在控辩双方的辩论中，更多疑点被曝光。例如，加拿大检方声称孟晚舟欺骗汇丰高管说，星通公司在伊朗合规运营没有风险，但加拿大检方显然没有与美方对好台本。美方提交的案件记录指控孟晚舟欺骗汇丰，说华为不控制星通，将星通描述为第三方公司。法官表示，他非常难以理解关于华为和星通在伊朗的商业行为违反美国制裁法令的情况，因为他不确定什么行为才算违反美国的伊朗制裁法令。美方提交的案件记录中也没有解释。外界质疑，既然没有标准，哪些行为算违规，就完全是由美方来认定的吗？代表孟晚舟的辩方律师指出，美方提交的用于要求引渡的主要法律文件仅仅是案件记录，使得事件存在证据真空。美国试图用猜测和推测来弥补其针对孟晚舟的证据中的漏洞。同时，按照加拿大的反欺诈法，指控欺骗行为必须要有具体证据可以证明相关欺骗行为引发了实际损失或具体的损失风险。这些风险不能是基于遥远未来的预设或者假设。孟晚舟的陈述没有使汇丰面临任何实际的可量化的风险损失，也没有造成名誉损失，不满足加拿大欺诈法损失要件的要求，因此案件不成立。周三下午，相关初审全部结束后，法官没有立即宣布判决结果。加拿大媒体透露，法官表示将于10月21号举行会议，商定宣判日期。分析指出，加拿大将于下月20号举行大选，法官延后宣布结果，是将皮球踢给下一届加拿大政府。加拿大这个司法方面的这个最新的表态，从一个侧面也显示，就是说这个孟晚舟事件它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这个司法案件，那实际上带有这个严重的或者浓厚的这个政治色彩的或者说披着这个司法外衣的这个政治案件。